六祖慧能呢，他发现每个人的意识和心灵内部，其实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呢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习惯使用的意识思维心的系统，又称为众生之见。另外呢，还潜藏着另一个系统，就是佛性的系统，又称为佛之见。在听闻《金刚经》的时候呢，他无意间发现了心中佛性的系统的存在，然后呢，并且他是能够呢，透过佛性的系统去取得智慧，去取得知识，取得一些领悟。然后呢，当他发现到这个系统，佛性的系统存在之后，他发现只要呢切换，比如说我们不一定要费力改变原来的习性和原来的系统，只要切换到另外一个系统，只要学会切换到另外一个系统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呢，从这边呢，我们会发现修行其实有两种路线可以同时去做的。第一种呢，就是将我们平常第一个系统，就是我们意识思维心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是有一个固定的命运的设定，就是有一个潜意识的设定和编程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方法呢，你可以用渐进式的所谓渐修的方法，去熏陶改变潜意识系统的设定，然后这个改变呢，会让你去感召，也就是所谓吸引力法则的原理，吸引到不同的显化。那第二个系统呢，就是如果你有方法能够切换到你内在另外一个系统，就是所谓佛性的系统，那就可以像六祖一样呢，直接呢，即使原来本来的系统第一个系统的潜意识设定，我们都没有进一步去改变，但是呢，直接呢遇到所有的事情呢，你选择用第二个系统去应对、去回应。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削弱第一个系统对我们的影响，那就超越了这个原本命运的剧本。关键就是说呢，几乎没有人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祖师，还有一些大修行者，就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呢，他们呢相信有存在第二个系统，而且他们确实能够掌握到如何切换和使用第二个系统。所以说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太少人能够使用第二个系统，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它的存在，也感知不到它的存在，以至于大部分的人只能够依赖第一个系统。那第一个系统呢，就会很辛苦，因为所有的潜意识设定，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它并不容易去调整改变，它需要长时间的熏陶才能改变。即使改变的话，也没办法改变到很深层，很多很细微的地方呢是不容易去改变的。所以说，大部分的人呢，往往我们都是活在我们原来的剧本设定里面，很难去超越这个剧本，用各种力量也很难去改变，完全的去改变它。但是呢，六祖呢，为什么所谓顿悟的法门，它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说，你不用马上去改，你可以呢，即使在你原来第一个系统都还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情况之下，只要呢你发现了第二个系统的存在，你能够呢学会去关照第二个系统的反应，你能够去切换过来的话呢，那你就使用第二个系统，就是我们自信智慧的系统，你就能够直接从自信智慧的系统去受益，去翻转自己原来第一个系统的剧本设定。也就是说，你不用把原来剧本的那些内在的潜意识的种子啊，那些编程啊，好比编程，那些潜意识里面的那些代码改掉，不用，你直接呢使用另外一套系统来运作，就有点像手机里面安装的双系统一样，你不用呢把第一个系统里面的
资料夹重新整理啊，然后呢，怎么样子改善系统、升级系统、优化它，不用，你可以暂时把第一个系统放在一边呢，直接切换到第二个系统。那第二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更全面的系统。你直接用第二个系统呢来运作，来引导你的人生就可以了。那这个秘密呢，是历代呢只在祖师，在很少数被选定的人，在他们传承的脉络中去一代传一代，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包含说你去看很多的大师啊、大修行者，他们在读六祖坛经或者是在读佛经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讲清楚、说明白的，以至于很多人在解释这些内容和诗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像似是而非一样，似懂非懂，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说明白。那说到底呢，六祖慧能跟神秀之间呢，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呢，到底关键差异在哪里？没有人能够讲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就是各说各话，各自有不同的理解和领悟，但是呢，讲不到很核心的地方。其实最核心的差异呢，就是呢，他们对生命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那六祖发现了生命的另一个系统，它是超越我们的意识思维新的系统，而神秀是没有发现的。那当时呢，五祖弘忍呢也是很清楚说，生命确实是这样，就是六祖发现的这个系统呢，才是生命的真正的状态，就是佛性的系统。所以说呢，五祖选择了六祖慧能作为他的传承者，进而单独呢跟他从《金刚经》的角度去探讨生命的本质，探讨意识的运作。然后呢，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让慧能呢赶紧离开，赶紧逃跑，因为呢，他知道很多其他人是不明白这背后的道理。然后呢，他们主要是为了这个衣钵所代表的权力地位的一种诱惑呢，他们会去追杀慧能。他已经预知这件事情会发生了。那他们呢，就是为了这个六祖的这个名号、这个地位背后所代表的一种认证和名声呢，还有所带来的一些供养和威望，所以说他们会去抢夺这个衣钵，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说五祖和六祖呢对生命真正实相的了解是什么，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内涵，他们要的只是衣钵所象征的地位而已哈。所以呢，在《坛经》里面呢，当这个有一个慧明慧明将军，他追，第一个追到六祖慧能的时候，他就跟六祖慧能说，我并不是为了争这个衣钵背后所代表的这些名利啊或是地位而来，他呢是为了想要知道生命的真相而来，所以说他是为法而来，不是为了衣而来。那所以说慧能听他很诚心这样说，他就教他方法，就是不思善不思恶，超越了意识思维心之下呢，你把所有的意识思维心放开之后，那你会感觉到，看你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呢，在那个当下呢，在慧能的引导之下，慧明将军呢，他也发现了生命的意识当中有另外一个系统存在。然后他隐约也发现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当下的反应是很惊讶。他就告诉慧能说，他在黄梅县东禅寺学习这么多年以来呢，从来都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也没有人教他这件事情，只有六祖慧能你启发了我这件事情，所以呢，从今以后呢，你就是我的老师了。这个系列主要是每天读一点经典，然后结合生活中的体验，想到什么心得就即兴的分享出来，没有做过太多的整理，也没有做太多的修饰，真实的记录和呈现最初心得的原貌。每天用一点时间记录自己学习成长的过程，与大家分享结缘。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你每天跟我读一点经典，分享一点体悟。那我们就下次见喽。